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90算，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 Toho LateMate 模组 1.2.2 版本的更新预览内容。本次更新主要是做了很多优化相关的内容。首先是寻路算法的一个优化，感谢小鱼飘飘在寻路还有游泳方面的一个优化功底。我们优化了原版的一个寻路算法，大幅度减小了寻路的一个耗时啊。现在哪怕是采集可可豆这种比较耗时的操作，也不会触发服务器的一个延迟了。那自然我们爬梯相关的内容也做了一些优化。现在呢，女仆在梯子附近就不会蹦蹦跳跳了，脚手架呢也能够正常的攀爬了，并且在梯子上爬的时候，女仆在过去的时候会从梯子上摔下去啊，这样摔几下导致摔死了。现在摔下去它是有一个短暂的免伤效果的，并且呢，在这个梯子顶端最后一下跳跃的时候，现在也能正确的跳到平台上面了。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它就可以正常的跳上平台了，脚手架也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是游泳相关的一个优化。过去女仆呢是非常容易淹死的，哪怕是在2格深的水里面也会淹死。现在呢就不会了，氧气不足的时候呢，女仆就会换气。我们来给大家试验一下啊。可以看到氧气值不足的时候，女仆就会跳到水面，先换一下气，然后呢再游到你的身边。最后呢是女仆的上岸。过去女仆上岸呢是有几率失败的啊，现在女仆上岸呢成功几率比以前大多了啊，女仆也能成功上岸的。接下来的就是渲染优化相关的内容，我们非常感谢35007的一个帮助啊，使我们现在 YSM 风格的模型渲染性能提升了近1倍，哪怕是这种旧版本的女仆模型，它的渲染提升性能也有50%，并且适配了经典的像NA呀、EMB 呀这样的优化模组，性能呢还会有些许的提升。接下来是一些小问题的修复，比如说远距离的传送，现在女仆呢也能跟着玩家了。这个呢也是感谢雪妮的一个帮助啊。我们先传送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放一下女仆，接着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女仆呢是直接传送跟着你，而不会卡在丢失的区块上，但是不支持跨维度，这一点要注意。接下来是一些小问题的修复，比如说玩家的 P 点与原版的一个保留掉落物的一个规则的一个限定，现在只要把这个规则打开， P 点是不会掉落的。还有包括冰火传送这样的模组会使女仆石化，现在我们也是加入了黑名单。还有包括有些人啊，这个手册打不开的问题，现在呢也是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到本次的重头戏 AI 对话部分，需要做几个重点说明。首先，在我们默认的情况下，只有2个女仆可以进行 AI 对话，一个是这2个救护女仆，还有一个是这个值班女仆，这几个是可以进行 AI 对话的，其他的需要你自己去额外写配置文件才可以做到。配置文件的写法，我们后续会以专栏的形式给大家讲讲怎么写。接着是 TTS 部分啊，过去有很多人用这个 Fish 的 Audition， 但 Fish 的 Audition 最近在国内是没有办法访问的，所以我们也给它重置了一些办法，比如说调用系统音频来暂时达到一个替代效果，只是音频的质量会比较的差。说完了几个问题，那我们来说说本次更新了哪些内容。第一个就是能够自定义称呼和额外的设定了。我们依旧是对着能够进行 AI 对话的女仆摁下 T， 打开这个配置界面，这块我们就可以看到2个选项，一个是主人称呼，这个就相当于给 AI 拟定一个提示词，它以后就只会用这个称呼来称呼你。比如说我们把它改成90酸菌，那么它在称呼你就不会再说主人了。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给女仆加一些额外的设定，然后它呢在 AI 对话的时候就会记住这部分额外设定，比如说你喜欢吃苹果，然后呢我们配置好了以后，这时候如果我们再和女仆进行一个对话，它就能够遵循这样的设定了。看它基本上都遵循了我们相应的设定。我们问了它几个问题，我叫什么，它能准确的称呼出来了，并且问它喜不喜欢吃苹果呀，它就说喜欢吃。第二个问题是 DeepSeek。DeepSeek 的话，过去不是有那个 JSON 输出的 bug 吗？现在也是修好了。我们的话可以在模型选择里面去选择 DeepSeek。DeepSeek V3 模型的话是挺好的 ，R1 这种深度思考模型是不能用的，因为它是不适合对话这种形式的啊。
接下来是女仆对话的一个文本输出过去。过去的时候，我们对文本做了一些比较严格的限制，只能说20几个字。现在呢，我们是大幅度放宽那个限制啊，女仆甚至能说100多个字，所以一些长难句呢，女仆也可以说了。当然，这也会带来一些流量和延迟的问题啊。接下来是 GPT Service 的一个兼容啊。GPT Service 呢是一个本地可以运行的音频合成软件。但这个软件呢，需要自己自行去配置。这一块的配置呢，稍微的有点麻烦，我们以专栏的形式给大家进行讲解吧。配置好了以后呢，我们在女仆这里就可以去选择 GPT Service， 实现一个合成效果。接下来是系统音频。系统音频的话更加的简单啊，我们只需要把这块重置，它默认使用的音频就是系统音频。那系统音频呢，它的效果也会比较差。比如说，我们让它说句话，你可以听听这个效果。The weather is so nice today. 非常的机械音，但好在它不需要配置，这是它唯一的优点。最后我们重点要介绍的是一个软件，叫 Play2。我们只需要直接访问 play2.game 这个网站，在这一块呢，我们就能够下载到相应的 APP。APP 下载好，我们安装运行，不需要任何注册。打开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界面。这块呢，也不需要做太多的设置，我们只需要在这一块勾选一下，选择 Chinese Simplified Mandarin， 也就是简体中文普通话，然后呢，选择正确的输入和输出设备就行了。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游戏，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对话。对话呢是有一个快捷键的，我们呢可以在下面找到女仆模组，它默认是 X 键，如果有冲突的话，你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修改。我们 Play2 这个软件一旦打开以后呢，我们在游戏里就可以直接摁 X 键与女仆进行对话，当然前提的是你要在这一块的设备选择里面选择好正确的一个输入设备。那我们来测试一下语音识别吧。你好啊，今天阳光明媚，我们去哪里玩呢？ How about we go exploring in the forest? 可以看到呢，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当然，它这个语音识别有些时候会识别不到，这时候我们稍微放慢一下语速，多试几次，一般都能成功啊。这个 X 键直接对话的功能，可以与12格类的可以对话的女仆进行个对话。它会自动选择离你最近的一个女仆，这样子你一边跑路一边和女仆对话就成为可能了啊。最后呢，由于 AI 对话配置这块呢，目前还没有比较简单易用的方式啊，尤其是这个 TTS， 比如说 GPT Service 接入这一块会有一些比较麻烦的内容，不适合放在视频里面说，所以我们后续呢会以专栏的形式进行一个介绍，包括自定义 AI 对话的一个人设文件。这一块呢，也是会通过专栏的形式一一给大家进行介绍。那么这里是90算，我们期待着模组的未来能有更好的发展吧。